不知皇兄驾到，有失远迎，寒舍简陋，还请见谅。自从你遣散了王府众人搬到这里，朕就极少听到你消息了。如今看你自得其乐，也就放心了。只不过这看着闲适，未免也清苦了些。皇兄怎知我想过的不是这样的生活呢？我和双儿约定过，待到天下太平之时，便归隐山林，不问世事，过一过平静顺心的日子。只可惜，现在我们二人天各一方。但世事难料，说不定有朝一日，他不再是太近的将军，我们在这天下还能再相遇。前2日太监传来消息，离霜姑娘被指通敌叛国，以死明誓暴毙于宫中，不日将下葬皇陵。镇北将军李霜，陈公无数，怎会被活活逼死？我当初放他回去，还以为能保全他，怎会如此？治国之人，有太多的无可奈何。李姑娘一心寻死，想必也是权衡再三后的选择。站住！况且接连战事，大姚与太近已经失去了太多，好不容易四海升平，若你此去再引发战火，该如何向着天下交代？我会去雾灵山，去回玉玲珑，等我将双儿带回来，我便以死谢罪，定不会让战事再起。皇兄，荒草上故时，你心中如何？当时你要把皇位传给我，我不愿意，你又急又怒。那是我生平第一次见皇兄如此的失态。其实那时我也明白，你是恨自己被皇位束缚，没有随皇嫂而去的自由。朕得到他消息那一刻，就知道会是这样的结果。只是我又怎么忍心眼睁睁看着唯一的生卒去赴死？可有时候，朕又何尝不羡慕？既然你意已决，为兄能做的只有成全。多谢皇兄。
梦影先生，别来无恙。我还是比较习惯你之前对我没大没小、直呼其名的样子。静安，其实你已经伪装得很好了。不过毕竟我们相识一场，总有些细节能看出端倪。我相信离霜也是。季梦影先生已经料定我一定会来，想必已经知道双儿的事情。求梦影先生，恕我无能为力。生死之事，并非人力所能操控。缘起缘灭，皆为因果，不可强求。既不可强求，就只能尽力弥补。段鳌登做不到的，锦安可以。求梦影先生借玉玲珑一用。你疯了！只有借玉玲珑，我才能在双儿下葬那一天把她接回来。当初为了取出玉玲珑，你受了多少苦，甚至差点死掉。难道这些你都忘了吗？我没忘，但为了双儿，我不在乎。人已经不在了，你还惺惺作态给谁看？当初你明明想起一切，为什么不告诉他？该珍惜时你轻易辜负，如今人都已经死了，你又何必再次故作深情？我自是有愧于他，无可辩驳。你若早一点知道有愧于他，双儿也不至于落得如此下场。你回去吧，我没法帮你。渴死了。方才你在医馆外鬼鬼祟祟，到底想干什么？晋安已经有双儿护着了，我这次来的任务也完成了。身为医者，来到这医家圣地，自然是想盼着多学点本事再回去了。那我劝你别白费力气了。我武陵山的医法秘术，从不外传。为什么？天下医者是一家。等我学成了，下山救治更多的人，我还能继续做陆城第一大神医。大不了我委屈一下，给你跪下磕3个头，拜你为师。师傅渴了吧？喝水。你把我这里当什么？武馆还是药铺？我武陵山收徒条件苛刻，要么是有缘人，要么得交出最珍视之物作为交换。只有彻底舍弃，才能尽心休息。最珍视之物，那可不行。不行不行。行吧。给你。我给你的东西，你把它还给我。我看你不如转行做账房，谁家的算盘都经不过你。哎，我刚就说不行，
可是这就是我最真实的东西。你也说过，世人就爱黄白之物，在我们那儿无钱寸步难行。给你吧。把钱当宝贝，真是肤浅至极。依我看，你根本就是我武陵山的绝缘人。小心！义父，孩儿已经取回玉玲珑，也算是替你报仇了。既然这么舍不得，为何不让他入土为安？至少还能有个念想。武陵山的习俗，自古如此。神火一事，本就该自来自去。当初义父入土，是因为死得蹊跷，有冤未伸。如今义父大仇得报，当回归天地，再无拘束。金无鉴于我，虽有手足之意，但他恶事作绝，有此下场也是咎由自取。你不必太过挂怀。我不像你们，都是武林中人，惩奸除恶，杀人跟杀鸡似的。在我眼里，再大奸大恶的人，也是一条生命。那你为何还会出手？那日你说，想入武陵山，就要舍弃自己最珍视的东西。我爹娘死了，你管烧了，连南星也没了，孤零零的一个人，早就没有什么好失去的。直到那一刻，看到你们的性命垂危，生死一线，我才意识到，我最珍视的就是我的朋友。就算是让我豁出性命，我也绝对不能失去。又想为了我把命豁出去？我们还活着。今日之后，再没什么能把我们分开了。这一段时间的经历，像是做了一个漫长又离奇的梦，但好在梦醒了，你还在身边。
没了玉玲珑，我便失了一身的武力，不能像以前那样保护你了。你会嫌弃我吗？我堂堂将军，还需要人保护？我刚喜欢你的时候，你才是弱不禁风的那个。既然娘子这么厉害，那我以后就靠娘子保护了。等我们回到陆城，我们就建个屋子，辟一块荒地，你耕田，你打猎，你挑水，你浇园。你想得美！活都我干了，你干什么呀？我烧火做饭啊！以你那神奇的厨艺，你想把我们活活饿死啊？你取笑我？欺负我没有武力？取笑我？今有幸得到陛下的召唤，想来陛下定是别有深意。你不必自谦。在陆城时，你曾协助黎将军立下汗马功劳，召你觐见便是有意封赏。小人微薄之力，不敢居功。不过，既然陛下开口了，小人确有一事，想求陛下赏赐。求陛下给小人赐婚。既然你自己提了，朕自当安排。只是你可能要先让着朕的婚事。朕已与黎将军商定，长风军守军镇北将军黎双卸下军职，入宫伴驾。这云京果然不同凡响，总算是见到这些青瓦红墙了。你从小长大的地方，我知道你心里有气，与其这样一直闷着，倒不如先……我气什么？难不成在你眼里，我真成了什么天字第一号傻瓜了？我要是到今日还不懂你，我凭什么说爱？要说生气的话，还真有。我气你，没有提早告诉我。很难受吧？一个人熬这么久。
到时候怎么过瘾？平时倒无所谓，一会儿要结岳丈了，总不能是一个。继我父母之命，又无媒妁之言，这声岳丈还不一定算数。哼，不可能啊！以我这潇洒的风度，岳丈见了，绝说不出一个不字。女儿不孝，有违父命。平安就好。父亲，他就是女儿跟你提过的静安。过来。晚辈伯父拜见静安。晚辈静安拜见伯父。阿姐，阿姐，可让我逮着你了。上次你走得太匆忙了，我词里有水就往回赶，紧赶慢赶还是没赶上。听说我离开陆城之后，又打了几次硬仗。你怎么样啊？有没有受伤啊？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好好的站在你的面前。是你啊！将军府牛皮糖没当够，追到云京来了。小公子，我们之前很相熟吗？不过就是之前有一些小过节，你至于这么翻脸不认人吗？我不是这意思。我之前出了一点意外，过往的事情记不太清了。装什么？他刚受了伤，方才痊愈，你不要胡闹。你这是重色轻弟。晴儿，文叔，在收拾出一间厢房来安置客人。是。就是重色轻弟。你小点声，让你看你这戴了花还穿了裙子。你出去，出去，出去！让你别说八道，出去。行，我让厨房给你们备些吃的。那快去，去，去。李妃娘娘，没有陛下的旨意，您不能擅入。本宫今日倒是要看看，你们谁敢拦我！爱妃还真是越来越大胆了，如今见了朕，连最基本的礼节都没有了。爱妃，难怪封后大典一推再推，看来你是真打算夺了我的位置，娶那离霜，立她为后。你是朕的结发妻子，这登上中宫之位，自然理所应当。今日这是怎么了？又从何说起呢？你少在这里装模作样。今日在酒宴上，你当着群臣外史说的话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。才当了几日皇帝，便这般忘乎所以。你别忘了，是靠了谁的帮扶，你才有命坐在这里。究竟是谁如此胆大包天，敢在你面前搬弄是非，妄议前朝之事？朕现在便处置了他。是我。爹。陛下可想好了，预备如何处置老夫啊？爹，他今日……先回去休息，我和子旭还有几句话要说。可我……先回去吧。